没有人陪我的时候，都是阿嬷的身影有在，就是在家里呀、就一只手摸着我大腿跟我说：“我们是家人，我们一直都在。”只要想到他 ，OK， 我不可以聊，我不可以聊。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我来受访黑卡基的快问快答。介绍自己，你有哪些身份？我可以是一名模特儿，也可以是主持人哦，歌手，我是歌手啊，也是一名艺人，我是 dancer， 我也开一间舞蹈教室。你还有一个 outcast 的身份对吗？哦，对，哦，我忘记讲他们哦。我也是一个 outcast 的主持人，所以其实只要可以赚钱的东西我都做。可以用一个字形容自己吗？美。我本来要讲胖。美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所以我觉得不代表是你眼中的所谓那种美才叫美。其实开心、快乐、过得非常充实、自信，这些都是美。什么事或人肯定让你笑？饶子杰很喜欢说我很喜欢他放屁，我没有喜欢他放屁，我只是觉得放屁这件事情很无理，可是又很好笑。我会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觉得是 OK 大庭广众之下放屁？可能我们现在主持到一半，他就突然间有一个还是一个这样，你要我怎么不笑？你最崇拜谁？哦，我老板，她真的就是一个很强的女强人，又可以当妈妈 ，bracket 虎妈。然后又是一个很好的老板，加上我的每一天的穿着，你们不知道吧？都是我老板包办的，所以从头到脚，他都会跟我说要做什么、穿什么。我是没有人权的。你第一次被签为模特儿的心情？我以为basic model 是一个 scam。你想象，OK？他 DM 你，然后你进去他的那个整个 profile 看了之后。全部的模特都是高挑美女，然后他问你要不要下来谈一谈，你不会觉得他是人贩子吗？可是我就觉得说，没关系，你想一下，如果要绑架我要10个人，不划算，很难。我想说，如果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走模特这一块，为何不要？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尝试新东西的人。所以我就真的去会了一下 Bonita， 还好我有去。童年的你是怎么样的？童年的我应该还算蛮快乐的，可是我会觉得就比较孤独，比较没有朋友，因为我是童星嘛，在马来西亚是非常有名的，所以我记得我有看照片的时候，我有一个海报哦，是从4层楼的那个商场，从4楼挂到1楼。我以前就是跟 K-pop star 一样的，很多时候在学校没有什么朋友要跟你聊天啊，他们跟你聊天都是说，哇，你很红啊，你现在非常红了，所以他们都会讲一些比较，你知道童言童语，他们就会说，你现在红了，不要跟他讲太多话了，他红，不要跟我们做朋友的。会被欺负吗？会啊，我们那时候就非常流行折那个吸管的星星，自己钻一个角落自己折。然后就有个女生过来说，为什么要跟我们做一样的东西？那我不懂要回答她什么，她就把我那整罐星星这样打翻，然后说不可以跟我们做一样的东西。我说都长这么胖，跟我跟你们做一样的东西，有什么关联呢？然后我就开始哭了，我也不敢出声，我就在那边默默的落泪。好彩那时不是现在的西西，因为我会回她，那我穿校服你也穿校服，那你脱掉，不要抄袭我穿校服。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中学时期吧，我一直以为一定要瘦到一定的标准身材才算是美，但是当我在一个商场里面看到一个模特的海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牙齿中间有一颗缝，他的这个所谓人家的不完美，让我更加记得他。突然间，我领悟到，胖其实也不会是件太不好的事情吧。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就是在角落头非常安静、非常腼腆的一位女生。我发现我找到自信之后，我更加相信我自己，我更加包容我自己。其实，在你可以接受你自己之后呢，你身旁的人就会慢慢的也是看到你身上发的光。我觉得那是我的转捩点。怎么处理网上的人身攻击？不要去回应啊，因为其实你回应他们的话，你就是已经上了他们的这一船，那就真的跟他们一起去环游这个无止境的一个循环，我觉得是很不健康的。听说你会对马桶喊话？我吗？是啊，我现在还是会啊，就像是一个朋友这样子。
因为我曾经就是不知道跟谁诉说我的情绪，不懂要怎么释放我的情绪。我想说马桶不会 judge 我，又不会回应，但它就是好像真的是一个可以把我的这些烦恼吸走的一个地方，然后把它冲掉。记得我对马桶喊过的话就是，我有一天一定会当上女主角。接到的 Blockbuster 主角角色实地的反应，我的心情是像一个云霄飞车这样，我先是兴奋，可是过后我就发现我很紧张。我也觉得我有点兴奋的太早。开拍之前我们就得练舞，练舞的时候我就无比后悔，因为舞太难了。然后在拍的时候就发现，哇，演员真的很辛苦，不仅是要练舞，我们还得要记台词。我们要说哭就哭，有可能这一场我们要哭，下一场我们要大笑。我觉得情绪的那个转折太大，每一天都非常大的压力。想要入围红星大奖女主角吗？想啊，我们努力怎么会不想？但是我觉得啦，我自己有去看了，就是跟我在一个期间里面的那些戏剧，我觉得我没有机会啦。为什么？大家都演得很好红伶那个是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那个故事跟他演的那个角色，加上他的演绎方式，哇，我觉得他一定入围女主角。其实雅慧他们也很好啊，没关系啦，我觉得可以当上女主角就不错了，真的很好了，已经是一个梦想成真。你之前演了很多 Calafate 吗？有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我曾经在中学的时期，我就是参加戏剧的那个课外活动，然后有一天我就回来跟我妈说，我哭着跟她说，妈妈叫我演大海，不是海浪。我妈讲哈演海浪，我说没有台词叫我演海浪，然后我妈就跟我说没关系啊，她说你看这场戏没有海浪成立吗？那我说不行，因为那个女生是在海边。然后他就说对啊，所以你很重要，这一场是你的戏，不管角色大小都要用心很尽心尽力的去把它演好，所以我一直把这些话谨记在心。当我演 Calafate 的时候，我都很认真演的。我曾经就是第一次演 Calafate 的时候，就是演一个路人甲学生，我就上前问导演，等一下我走过是开心的上学吗？还是我迟到了？然后那导演就看出我，就走过就好。我说好。我就真的走过。成名前和成名后生活中最大的改变？没有，我是西西，我成名前是西西，我成名后也是西西啊，有可能价码高一点点而已。但是身边的人对你的态度有改变吗？有，我很讨厌我的朋友跟我讲这句话。哦，你红了咯，都看不到你了，现在怎么可能会看不到我呢？人海茫茫之中，你确定你看不到我？一定看得到的啊。确实是忙了之后，有可能去聚会的时间有点少。但我2025年，我有跟自己说，我想要努力做一个好朋友。对，就是我会尽量的在你们的生日出现。和粉丝最奇怪的经验？哦，我觉得他们天天要跟我拍照哦，就是拍戏的时候，同样的地方会看到同样的粉丝，因为拍戏毕竟是天天都拍的嘛。然后他其实昨天已经跟我拍了。今天看到我，他又跟我拍；后天看到我，又跟我拍。我就问他，其实我的脸没有换呢，你为什么一直要跟我拍照？你可以 copy paste 哦。他们就笑哦，他们就，像你最不了解的社交媒体圈啊，滚叉呢，滚叉呢，什么来的？这你会做吗？如果它 trending， 会。如果有一天你瘦了，会担心就不 stand out 了吗？那一天来了，我再跟你们说了。我等了37年，暂时还没有发生过，近期也应该不会发生。我还在努力当中，不要再喂我吃东西了 ，no more。你会想像贾玲一样暴瘦吗？其实那个时候，当他的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梁导跟我有微微聊了一下，我们在那边想说，哇，如果他有一部电影是要给我，是必须要我去经过一连串的训练，然后变瘦，才有那个震撼力的话，我会做吗？我其实也跟他说，如果我消失1年，那1年的那个收入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如果要做到的话，是需要非常多的 planning 的。为什么那么想要赚钱？因为我单身啊，但没有人养我呢。那我还要养家，我要养我妈妈，我要养我阿姨，所以我想要趁我可以的时候，
尽量赚多一点钱，然后他们以后就可以过非常舒适的生活。你最感激的人是谁？3个吧，我觉得我小姨，很多时候在一些就像是报名上学啊，还是我考试考不及格啊，在学校跟人家就是被人家欺负啊，老师要见家长啊，都是我小姨去的，所以她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妈妈。我妈妈也是，她在我的这事业生涯上，其实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位人物，因为她其实很老实，像是我演戏，她会直接跟我说：“你这个演得不好。”我说：“哦，你跳得不是很认真哦。”我说：“好。”可是也是从她身上我，这些feedback，我可以把更好的西西呈现给大家。最后的最后就是 Bonita。没有他，你们不会看到今天的西西，因为，有可能你们看到的西西还会是扮演一些比较零零碎碎的角色啊，也找不到一个方向的大尺码女生。她的脑是没有人懂的，她有时想什么我也不理解，但是 just trust the process 。比如说，有时他叫我穿的一些衣服，我真的有点不理解。可是我每次穿去场合，大家都觉得哇很好看，可以给你拍照吗？可以什么吗？我就好咯。为什么谈到阿嬷时会哭？哎呦，不用了，之前我又要哭了。只要想到他 ，OK， 我不可以聊。我不可以聊，因为想念吧。他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人在家里的时候，没有人陪我的时候，都是阿嬷的身影留在，就是在家里啊，问我要吃什么啊。青少年期间就不会想要跟阿嬷就太多的接触，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在我最受伤的时候，或者是我觉得没有人理我的时候，永远就是那个坐在我的床旁边。然后一只手摸着我大腿跟我说：“哎呀，用福建话跟我说没关系啦，人家不懂你，我们懂你就好吗？我们是家人，我们一直都在。很明显他骗我啦，因为他现在都不在了。所以每次讲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尤其是在夜晚啦，如果是真的有时工作上面有很多压力，不知道跟谁说，就会想到我旁边空空。”就很想哭。我今天化了很久的妆，化妆品很贵。你谈过几段恋情？3段还是4段？有点久，有点不记得。我24岁的时候就没有再谈过了，那一段真的很痛。我不想再经历那种痛。有些人跟我说，不一定的嘛，你怎么可以还没有谈就觉得你会经历那种痛？但是你也不知道，我谈了，我不会经历那种痛。我是有点怕死啦。你还想要脱单吗？想啊，为什么不想脱单？我觉得我这一生中其中一个遗憾就是我没有办法像其他的网红艺人这样，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交男朋友啊，然后跟男朋友做一些视频啊，然后跟大家分享他们2个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啊，结婚啊，生小孩啊。这些我都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我永远我的社交媒体只有我一个人，是有点孤独的。我有尝试去交友软体的，我整天被人家 report， 然后被踢出来。他们以为你是假的是吗？对，然后曾经我讲了聊了好几个，然后很多人他们会跟我讲说：“你确定你是西西？你确定你是那个西西？”我说：“我是啊。”他说：“哦，你很好笑哎，讲个笑话来听一下。”然后有些就会跟我说：“我不相信你是他，你现在去你的 IG 上面，你写一个东西，我去看，你可不可以写这个字？我去看。”我说：“我为什么要证明到这种程度？”你看着镜头推销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今年37岁，单身。只要你身高高过我，体重不要多过我，好笑认真，然后谈得来。谢谢大家。如果要选一个怪咖的人来参加你的跳舞班，你会选谁？子杰，因为 Virus 跟燕尾完全没有那个 body rhythm， 我不知道要怎么帮他们。Virus 只有一种舞蹈，那舞蹈很难看，燕尾肢体不协调，所以我会觉得我会选饶饶。2025年你最想有什么突破？我要演 Ninja。这是我的梦想哎！我再不演的话，我都讲我要40了，我不行。你会想拍吻戏吗？拍过了。那你想跟谁吻？别崩。太
他很帅耶，他有那个男人的魅力。我到今天为止哦，我只跟他对过一次的戏，那一场戏我完全没有办法看他，就是我一直躲避他眼神，所以要跟他演戏也有点难嘛。好了，谢谢收看《快问快答》。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拜拜。